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湖南卫视开播，杨紫新剧来了，实力派奇剧，我断言这剧会火遍全国。在如今的影视界，古偶剧就像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，里面的作品多得数不过来。随着观众看的剧越来越多，大家的口味也变得特别挑剔，这就导致古偶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新出的古偶剧就像往这片大海里扔小石子，有的小石子扔进去悄无声息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可有的却能让整个海面都翻腾起来。就说之前的古偶剧市场吧，那真的是状况连连，感觉就像进入了寒冬一样。好的作品特别少，口碑也是一个劲儿的往下滑。这时候呢，就像孔子家语里说的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。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，还是有一些作品敢于挑战、勇于创新的，他们就像寒冬里的松柏一样，特别顽强。《永夜星河》就是这样一部剧，它就像一颗星星，在黑暗中闪闪发光，重新点燃了市场的热情，给后来的古偶剧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这时候国色芳华要出来了，它就像是迎着这股刚刚有点起色的春风来的。这部剧可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古偶剧啊，好多人都对它寄予了厚望，大家都盼着它能像《永夜星河》一样成功，甚至更成功呢。可是呢，它到底能不能在这个古偶剧的寒冬之后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，成为大家都关注的焦点，这还真不好说。国色芳华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剧情设定。现在好多古偶剧不是在演爱情纠葛，就是在演权谋斗争，看的人都有点腻了。可这部剧不一样，它是以女性成长为主要故事线的。女主角何为芳的故事特别励志，她本来被困在婚姻里，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，没有自由。但是她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，挣脱了这个枷锁，在商界闯出了一片天地，最后还实现了自己的价值，甚至还能兼济天下呢。这种剧情设定真的是和现在女性独立自强的精神特别吻合。我们看剧的时候，就感觉这个角色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一样，特别有共鸣，也特别鼓舞人心。何为芳在剧里的成长过程特别真实，她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，就像个懵懂的小孩子，慢慢的变得可以独当一面，这中间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，就像爬山一样，每一步都要付出努力。她和蒋长阳之间的感情线也很特别，不是那种老套的两个人整天黏在一起的爱情，他们俩更像是并肩飞翔的两只鸟，相互扶持，一起成长。这种爱情观多美好啊！爱情不是把两个人绑在一起，而是让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好。我觉得这样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大家都向往的吧。还有啊，国色芳华在画面上做的也特别棒。我看预告片的时候，就感觉像是在看一幅幅流动的唐朝画卷一样。剧里展现的盛唐景象特别真实，不管是亭台楼阁，还是街头巷尾，都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韵味。听说为了能把唐朝的风貌还原出来，剧组在场景搭建、服装设计还有道具制作这些方面可下了大功夫了。就说那些场景吧，像金碧辉煌的宫殿，看起来就特别壮观，就像真的把古代的宫殿搬到了屏幕上一样。还有热闹非凡的市集，人来人往的，特别有生活气息。人物的服饰也特别精美，每一个小细节都能看出来设计师是花了心思的，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吧。我就想啊，要是能穿越到剧里去，在那个盛唐的市集里逛一逛，感受一下当时的繁华，那该多好啊！说到演员，国色芳华的阵容可真是强大，这就像是一支超级厉害的球队，每个球员都很有实力。杨紫大家都很熟悉了，
他在古偶剧里可是常客，演了不少好剧，也有很多粉丝喜欢他。他特别擅长演那种有成长变化的角色，就像他能钻进角色的心里一样，把角色内心的变化演得特别到位。这次他演何为芳，从他的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动作里，都能看到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，就像他就是何为芳本人一样，这个角色特别鲜活。李现呢，他在都市剧里表现得很不错，这次又回到古装剧的舞台了。他演的蒋长阳这个角色很有魅力，外表看起来潇洒不羁，就像一阵自由自在的风，但内心却有着很大的抱负。他和杨紫演的何为芳在一起的时候，那种对比和互补特别明显，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就像火星撞地球一样，特别有火花，我们观众看着就觉得特别过瘾。涂松岩就更厉害了，他可是国家一级演员呢。他的演技特别深厚，就像一座宝藏一样，不管演什么样复杂的角色都能演得很好。这次他在《国色芳华》里演反派宁王，把宁王的心机和城府演得特别逼真，就好像这个宁王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一样。他的表演让整个剧情变得更有张力了，也增加了很多看点。不过呢，古偶剧这个市场竞争特别激烈，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样。虽然国色芳华有这么多的优点，但还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。观众的口味是一直在变的，就像天气一样，说变就变。而且还有其他的古偶剧也在争观众的眼球呢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国色芳华从剧情、画面到演员都有自己的亮点。它就像一颗充满潜力的种子，已经有了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基础。我特别期待它能播出，也希望它能像大家期待的那样，成为一部特别棒的古偶剧。不过呢，它到底能不能成功，只有等播出之后才知道了。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期待这部剧呢？我觉得一部好的古偶剧就像一道美味的菜肴，剧情是食材，演员是厨师，视觉呈现就是调料。食材新鲜独特，厨师厨艺高超，调料搭配的恰到好处，这样做出来的菜才会让人回味无穷。国色芳华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得还不错，但是到底能不能成为观众心中的那道美味菜肴，还得看最后播出的效果。古偶剧这个领域啊，就像一个大花园，里面各种各样的花争奇斗艳，有的花开得艳丽夺目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；有的花虽然也很美，但是却被淹没在花丛里。国色芳华就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，它有着独特的色彩和姿态，有机会在这个大花园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观众对于古偶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，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，不仅要好看，质量还得好。古偶剧也是这样，不能光有好看的演员，剧情和制作也得跟上。国色芳华在这方面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，他试图在剧情上打破常规，在制作上精益求精，这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为什么古偶剧这么受欢迎呢？可能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对古代美好的一种想象吧。就像我们看童话故事一样，古偶剧里有美好的爱情、华丽的服饰、宏伟的建筑，这些都像一个美丽的梦一样吸引着我们。国色芳华也是在构建这样一个梦，一个关于盛唐、关于女性成长的梦。从演员的角度来说，他们就像是一群探险家，在国色芳华这个未知的世界里探索。杨紫要去探索何为芳的内心世界，李现要去把握蒋长阳的性格特点，涂松岩要深入宁王的阴暗心理。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自己的演技，就像在黑暗中寻找宝藏一样，每一个细微的发现都能让角色更加立体。再看剧里的服化道，那些精美的服饰就像是一件件艺术品，每一针每一线都像是在诉说着唐朝的故事。道具也是一样，
一个小小的摆件可能就蕴含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色，场景就更不用说了，每一个角落都仿佛有着历史的痕迹。这就像一个精心打造的历史博物馆一样，让我们通过屏幕就能感受到盛唐的魅力。但是呢，就算有这么多的优点，也不能保证国色芳华就一定能成功，因为观众的喜好是很复杂的，就像一个多变的魔方，很难捉摸。有的观众可能喜欢更轻松的剧情，有的观众可能更看重演员的颜值，还有的观众可能对历史还原度要求特别高。国色芳华要想满足所有观众的需求，那可真是太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国色芳华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，它就像一个勇敢的战士，已经踏上了战场，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，它都已经在古偶剧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。我真的很希望它能成为一部经典的古偶剧，就像那些已经被大家反复观看的经典剧集一样，多年以后还能被人们提起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古偶剧市场里，国色芳华就像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，它有着坚固的船体，也就是优秀的剧情、演员和制作。但是大海是无情的，它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浪，也就是市场的竞争和观众的挑剔。这艘船能不能顺利到达彼岸，成为一部成功的古偶剧，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。我想，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剧迷来说，国色芳华不仅仅是一部剧，更是一种期待。我们期待着它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，就像在生日的时候期待着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样。我们希望它能打破古偶剧现有的一些模式，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。但是它能不能做到呢？这真的是一个很让人纠结的问题啊！我有时候会把古偶剧比作一场盛大的舞会，演员们就是舞会上的舞者，剧情就是舞蹈的编排，视觉呈现就是舞会的装饰。国色芳华的演员们都像是经验丰富的舞者，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舞步，剧情的编排也很新颖，就像一种新的舞蹈风格。视觉呈现的装饰也很华丽，就像舞会现场布置的美轮美奂。但是这场舞会能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观众，让他们也加入到这场狂欢中来呢？这就很难说了。